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同在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题目是一生的遗憾。我们所引用的经文是民数记的第20章第2到第13节。那么这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旧约圣经的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呢叫摩西。那么我们都知道摩西是神大大所使用的仆人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那么摩西在犹太人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在犹太人的典籍中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圣经的前5章，创出立名申，那么在犹太人中也叫做摩西五经。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一段民数记讲的就是摩西其中的一个故事，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让摩西悔恨终身。那么所以今天我们所定的题目就是一生的遗憾。那么我们在其中能够领悟到一些什么道理呢？圣经在这一段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看一看圣经都在对我们说些什么。我们首先来看民数记的第20章的第2节到第13节。其中20章的第1节我们也可以带过。正月间，以色列全体会众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底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也葬在那里。这是一个开端，与后面的故事也可以说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，所以我们从第2节开始看。会众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。人民与摩西争闹，说但愿我们的弟兄在耶和华面前死去的时候，我们也一同死去。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什么使我们出埃及，使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这里不能撒种，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也没有水喝。摩西和亚伦于是离开会众，来到会幕门口，伏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要拿着杖和你哥哥亚伦聚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出水，这样你就可以使磐石流出水来，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，从耶和华面前拿了杖去。摩西和亚伦聚集了会众，到了磐石前面。摩西对他们说，悖逆的人哪，你们要听，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摩西举手，用杖击打磐石2次，就有很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，就是米利巴水，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与耶和华争闹，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显为圣。那么这一段圣经应该从文字的角度上来讲，大家都能够看明白，但是有几个重要的点也许大家会忽略，所以我们就来从头把这段故事重新的说一下。那么这段故事所发生的时间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40年。40年旷野漂泊的岁月里，当时出埃及时20岁以上的人基本上都死了。
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愿意进入迦南地，神就惩罚他们，说既然你们不愿意进去，那你们这一代人就死在旷野吧。那么我要兴起新一代的人进入迦南地。所以这是他们旷野漂泊的最后的时期，而且这些人都是新生一代的人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人口结构，超过120岁的摩西和亚伦，超过80岁的约书亚和迦勒，剩下的所有的男丁没有超过69岁的，而且亚伦马上就要死了。这真是一个非常惨烈的状况，人口断层非常的严重。那么新生的这一代人，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？那么这个故事的开篇就提到了会众没有水喝，他们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。那么这样的事情是否发生过呢？其实在40年前就已经发生过。同样的故事40年前和40年后有着怎样的不同呢？我们先看40年后是怎样的。这些人就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，他们呢就相互的争闹。这些人呢说的一些什么话呢？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，就是反正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父辈都死了，那我们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也不想活了，我们也死了算了。他们就指着摩西和亚伦，他说你们两个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儿来？他们还自称为耶和华的会众，他们还把自己当成神的子民，他们觉得都是你们两个的错。这里边聚集攻击，有拿起武器准备要杀人这样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些人拿起了刀枪棍棒，准备要把摩西跟亚伦两个给砍了。这个时候说反正我们也不想活了，让我们死了算了，并且在这个时候指着他们两个说，你们两个把我们神的子民领到这儿来，难道就是因为你们想把我们杀死在这里吗？你们为什么领我们出埃及来到这个坏地方呢？当然了，这里边的语言呢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文明一点。我们不知道在原文的那种环境下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语气。反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，这个话还是很恶劣的。他们指着摩西跟亚伦说，你把我们领到这个坏地方，这个地方不能撒种，没有无花果树，没有葡萄树，没有石榴树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还没有水喝。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境地。那么群起而攻之下的摩西和亚伦当然是非常被动的，所以摩西跟亚伦就离开了会众，到会幕的门口。会幕有谁啊？会幕是耶和华同在的地方，他们就来求问神。他们就说了这样的情况，神就对他们说，那你们拿着杖，那么聚集会众，在他们面前吩咐磐石出水，这样呢你们就有水喝了。摩西就拿起了那根代表着权势的杖，摩西跟亚伦拿着杖就到了会众的面前。这个时候很显然摩西发火了。我们想一想，摩西是谁呀？摩西40岁之前那可是埃及王子，摩西一拳能够打死一个人呢。摩西可谓是文武双全，在摩西120岁的年纪的这种情况下，被一群小辈，被一群最大只有60多岁的人，只有他年纪一半的人，被这些人攻击，你觉得摩西能不窝火吗？所以说摩西这个时候肯定是火大了。
那么在见到耶和华之后，求问之后，他拿起了那根代表权势的那根杖。摩西这个时候有了底气了，他就对这些众人说：你们这群悖逆的人，你们要听着，我们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？当然，我们看到圣经这句话的时候，觉得语气上是有一点问题的，我们不知道这种语气到底带着什么样的意思。那么也有一种翻译就是说，你们非要我们这样做吗？有这样的一层意思。所以说摩西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一代表他生气，第二呢，他在这个时候对众人发了脾气，因为他说你们这群悖逆的人，他发火了。然后在这句话中他说出了你们非要我们这样做吗？好，这一段呢，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跟大家解释。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2次，水就流出来了。众人呢就都有水喝了。但是这个时候神不高兴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赐给你们的地。从表面上来看，会众起来争闹，来逼亚伦和摩西。摩西呢到神那里求问了这件事情该怎么做。摩西出来之后也对会众做了表态，也把这会众骂了一遍。摩西呢又行了一件神迹，那么磐石出了水。从表面上来看，这件事情解决了，会众也满意了，会众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水。摩西呢也算是出了一口气，之前呢会众攻击他们，他在最后呢也骂了会众。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件事情不妥，而且神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，他告诉摩西和亚伦，你们不能带领这批人进入我赐给你们的应许之地。我们看到后面的结果就是不久亚伦就死了，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也死了。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亚伦的死和摩西的死的关键点就在这里。当然亚伦在之前也犯过错误，亚伦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在之前呢就得罪过神。当时来讲，那亚伦和米利暗的死罪已经定了。这个时候摩西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也直接导致了摩西最后必须死在迦南地之外，不得进入。那么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摩西从80岁一直到120岁，这40年的时间里边，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之中流浪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进入迦南美地。但是就在最后的这个时间，他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，摩西不得进入。那么如果对这段故事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想，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？好像没看出来。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结合之前的出埃及记的17章，重新回看一段这个故事，也许大家就明白了。其实刚刚出埃及的头1年的时候，就是刚出来几个月的时候，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了。这里面所记载的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第1节到第7节，当时就是因为百姓没水喝，百姓呢就跟摩西争闹，他们就说我们要渴死了，怎么办？你们要给我解决这个问题。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在磐石上击打，那就可以出水了。这件事情就得到了
完美的解决。当时的情况是，圣经中有记载，确实百姓甚渴，他们要喝水，然后呢就发了一些怨言。最后呢，神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责怪百姓，这件事情就算完美的解决了。然而同样的事件40年之后又出了一次。按理说这件事情40年后的主角都是新生一代的人，和过去的旧时代的人他不一样了。为什么说旧时代的人呢是神所不喜悦的呢？因为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错事，特别是到第2年的时候，那么有12个探子进入迦南，但是呢他们觉得不行，太危险了，所以以色列百姓决定不进去，最终就导致了他们在旷野多转了38年。对于摩西而言，他兢兢业业地服侍这些百姓，有多少次神跟摩西说我要把这些百姓都除灭，摩西呢一再地跟神哀求说不要杀他们。所以说摩西是很爱戴百姓的。摩西在这后来这38年的时间里边陪着他们，而且呢百姓呢出各种的幺蛾子，摩西呢也都容忍了。对于摩西而言，把百姓领进迦南地，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愿望。但是就到最后的这个时候，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百姓说没水喝，这个时候百姓说的话是非常恶毒的。之前的老一辈的人就质问摩西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儿来？带到这儿我们不是要渴死了吗？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出埃及，但是没想到这40年之后，这些新生一代的人，这里边有很多人根本他都不是出生在埃及的，他们是出生在旷野中的。他们也说，为什么把我们领出埃及，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？而且呢，这还是个坏地方。后代的话语牢骚更多，话更多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到以色列人真的是很需要神的怜悯。对于这些新生一代的人来讲，不仅话多，而且语言还更恶毒，而且他们一张嘴就是他们死了我们也不想活了。这对摩西来讲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呢？对于摩西而言，辛辛苦苦地带领大家，兢兢业业地服侍大家40年，最后你们跟我说这样的话，真的是对人是特别大的打击。对于摩西而言，摩西还没有跟这些百姓算账呢，还没有跟这些百姓发牢骚呢，他还没有跟这些百姓说，要不是因为你们，我38年前就已经进入迦南地了，那是一块美地，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因为你们，我还得多服侍你们38年。现在我已经是老人一个了，你们还这般的对我。那么即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摩西和亚伦还是去求问耶和华，问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。但是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使用的工具也是一样的，情况也是一样的，但是上一次神和摩西说你要击打磐石，这一次他却跟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出水就好了。所谓同样的工具，同样的情况，但是神告诉摩西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那么摩西领着的这根杖是否真的是有权柄呢？我觉得还是有的。摩西分红海的时候，神就跟摩西说你向海里伸杖，摩西一伸杖，水就分开了。后来磐石出水的时候，神也是说你拿这根杖去敲击磐石，磐石就能够出水。那么这一次摩西也是拿着杖，神却说
你吩咐磐石出水就 OK 了。但是很显然，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怒火中烧，他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他发火了，他在众人面前发了很大的脾气，把众人都骂了，而且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摩西举手敲击了磐石2下。按理说他没有照神的吩咐，水不应该出来的。神清清楚楚地告诉摩西，你要吩咐磐石出水，没有让你敲。但是摩西敲了。即便是这样，神还是让水流出来了。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，神真的是一个怜悯的神。如果水不出来，那怎么办？摩西当然非常没面子，而且水如果不出来的话，那百姓一看摩西，你这不是逗我们呢吗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也许那个时候百姓就直接把摩西跟亚伦打死了。所以说神真的是很有怜悯。水流出来了，摩西的面子保住了，百姓呢也有水喝了。但是这里边并不能代表着神就应许这样的事情存在，并不代表着神对这件事情就不计较。所以说神跟摩西跟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你们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。什么叫尊耶和华为圣呢？尊耶和华为圣，就是信耶和华所说的，并且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这就是尊神为圣。那么神很清楚地说了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所以呢你们没有尊我为圣。这里边我们要看清楚一个问题，对于百姓而言，此时此刻他们是否知道这一切的发生？很显然，百姓没有水喝，他们要水争闹，向摩西跟亚伦。但是神对摩西跟亚伦说了什么，百姓是否知道呢？很显然百姓是不知道的。百姓只是看到今天摩西发火了，我们攻击摩西，摩西去求问神，转回头来的时候，摩西跟我们发火了。然后呢，摩西就使水从磐石出来了。百姓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。其实百姓并不知道摩西做这件事情已经得罪神了，但是摩西自己清楚，因为神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你要怎么做，是摩西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，好多时候我们是否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，别人是看不到的。所以在世人面前，有些敬虔的人或者看似不敬虔的人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判断呢？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到底让他做的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神到底跟他说过什么话。所以百姓不知道神说了什么，也不知道摩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神。所以在后来申命记的时候，摩西亲自写下很多的文字，告诉百姓我为什么不能进入迦南地。当然这一次摩西是动了血气，摩西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然而百姓是不知道的。最后是摩西记录下来，让百姓，让世世代代的百姓看到这些文字之后引以为戒的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摩西在最后在申命记中描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并没有道歉。他反反复复的都在说，我不能进迦南地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，都是因为你。其实
我们来思考一下，摩西被百姓激怒之后做出这样的话，最终导致他死在了迦南地之外，神不应许他进入迦南地。而当摩西向神求的时候，神是怎样回答他的？神说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。这是神很少的在人面前说出如此决绝的话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摩西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呢向百姓说我做错了，我对不起神。按照摩西的说法是，我不能进去都是因为你们。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其实摩西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不能进入迦南地，实实在在是有一点冤的。但是神就是公义的神，神就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。你得罪了神就是得罪了神，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那就势必要承担你不信神的后果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摩西兢兢业业地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40年，服侍神也服侍人40年，但是在最后的关头，他没有压住自己的血气。在诗篇106篇的第33节中是这样说的，是因他们惹怒了他的灵，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其实摩西在那个时候，圣经也给我们解释了，是因为百姓触动了摩西的灵。那么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。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好多时候还无法压住我们自身的性格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动血气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，让我们可以不断地变得谦卑、温柔和忍耐，否则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对于摩西而言，他的一生之中真的是很光辉、很伟大，但是呢，却在最后的时候犯了这样的一件错误，导致了他一生的遗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行呢？我觉得也许我们没有摩西的那样的魄力，也没有摩西那么多的恩赐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向神求，我们祈求神能够给我们更多的保守，能够免除我们更多的试炼。因为在世人的面前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，真的我们很难保持住我们一颗敬虔的心态。所以我们唯有依靠神，我们唯有相信神，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这才是尊耶和华为圣。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做一个尊耶和华为圣的人。